我们今天用的是一日乘车券，因为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较多，所以搭的地铁换线次数也比较多，用这个比较省钱。每天有一样法宝，哈哈。开始。刚刚还在得意自己准备的法宝，大阪的地铁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Klook 上166台币的大阪地铁巴士乘车一日券，确实可以在一日内无限次换乘，不过仅限于 Osaka Metro。而直到刷卡时才发现，我们今天要换乘的以大阪 JR 线居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，来自上海，因为爱情嫁来台湾。因为家庭和孩子选择留在台北生活，原本是一名广告设计师，现在是2个小孩的全职家庭主妇，时不时分享一些亲子出游的影片。今天的行程虽然集中在市区，但是因为有2个小恶魔在，所以路线规划依然以亲子游为主，只有晚上稍微分配给大人一下下。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口碑非常好的大阪儿童乐园 Kids Plaza。说是进门处的滚球装置，就能让小朋友驻足许久。实际看到后，虽然也让小朋友驻足了一下，但总体感觉和台北科教馆门口的滚球装置类似，并没有太大的惊喜。大阪儿童乐园的门票可以在 Klook 上购买，成人是283台币，3到6岁儿童101台币。原本以为是个以游乐设施为主的公园，往里面走了才发现，实际是一个以科教装置为主的场馆，跟台北科教馆极其相似，尤其是这个流体力学吹气球的实验装置，到过台北科教馆的一定印象深刻。相比台北科教馆比较偏工业的装修风格，这个地方的色彩要显得更鲜明一些，感觉室内光线也更明亮一点，似乎更偏向儿童。这一层基本都是物理科学的互动装置，刚好今天可能是有个小学组织学生来参观，每个设备前人都不少。在一个测试跑步的互动游戏鉴定下，发现壮壮和小猪的跑步速度一样快。穿出这个物理学设备的场馆，
就来到大阪儿童乐园的镇园之宝，贯穿2个楼层的叫做儿童城的一座超大型攀爬游玩迷宫城堡。漂亮的城堡造型有些地中海风格，又有些西班牙风格。查资料发现是一位已故奥地利艺术家的作品，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下白水先生，就连宫崎骏都要向他致敬。城堡的每一扇窗户都不会重复。可惜有个小朋友对艺术大师的作品并不是很买单，哭闹着不肯下来玩。跟老婆换手后，才能带着儿子在美轮美奂的儿童城迷宫中穿梭一番。仅仅这一个城堡，就值得让人来这里参观一下。走出儿童乐园，这个小姑娘才后知后觉的想要下地奔跑散步，实在让人无奈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大阪站附近的商业区梅田。当日是星期五，中午人还不算特别多。来到阪急百货的12楼，本次大阪行的唯一一餐寿司就安排在这家叫做迷一的回转寿司。因为2个小孩只能吃玉米寿司、豆皮寿司这些，而果果根本不吃鱼，更别说生鱼了，所以安排这一餐纯粹出于我的私心，这里就不好意思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吃完饭，我们就要前往的是梅田的大丸百货。虽然大丸是个百货公司，但俨然已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，是2次元爱好者的天堂。原因就在于13楼的几个专柜。有宝可梦专柜，琳琅满目的神奇宝贝造型商品，确实让人爱不释手，都想带回家。没有人能空手离开。而任天堂专柜，一个个熟悉的游戏人物，简直让2次元爱好者疯狂，且有许多非常实用的周边商品。据说儿童餐具很不错。还有海贼王专柜、Jump漫画专柜等等。还好家里2个都太小不懂，没有专门让我跪下求他们离开。开始。再次出发，要前往的是大阪城天守阁，是我第3次来参观，而来过大阪好多次的果果却一次也没有去过。男女喜好的地方果然不一样。
其实做攻略的时候，关于地铁坐到哪站有许多种不同说法，有说坐到大阪城公园站直接走过去的，有说到森之宫站出来就可以坐天守阁小火车到门口的，只是小火车半小时一班，且要排队。有说坐到大阪商务园区站1号口出来的 Seven 旁边可以顺便打卡名侦探柯南铜像的，还有说坐到古丁四丁目站反向走的。带着推车的我们还是根据换线最少的原则，直接坐大阪环状线到大阪城公园站步行进入吧。虽然大阪城的诞生可以追溯至400多年前，但实则被历史按在地上摩擦过数次至今，早已不是最初那个大势反城了。抛去历史，从这个建筑美观度来说，下次再去大阪的话，我还是愿意去走走的。离开了游人不多的大阪城，接下来要去的可能是大阪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心斋桥了。有了孩子就会尽量避免去凑这些热闹。当时果果看到我在他生日当天，明知他不喜欢这样的闹事，还安排来此处，脸都已经臭了起来。我只能赶紧加速通过这一段，还有幸目睹了一场心斋桥经消防车通行。快速穿过游人如织的心斋桥经，按照导航一个转弯进入一栋建筑内，发现是一个还蛮高级的宾馆。找到电梯来到 B1， 进入一个灯光幽暗的场景，这才是今天晚餐的场所，以边吃饭边看鱼为特点的海洋世界主题餐厅 Lime 心斋桥店，也是早先1个月思前想后花了不少心思预定的餐厅。在定位的时候选择座位是个问题，官方网站描述的座位有分一对和面对面，再加入面对鱼缸背对鱼缸的选项，让空间感没有那么强的我困惑了许久，也看不到现场的情况，幸好坐下后觉得座位还是很让人满意的。Hello， 现在我们就在大阪的心斋桥。今天是果果的生日，所以特地提早选择好了餐厅，订了这家，颜值很高，但是菜的应该说比较一般吧，就是一般的西餐，普通的西餐。然后它周围都有是那个鱼缸看鱼，然后小朋友也可能比较喜欢一点。这次出行真的一言难尽，就是各种困难。要离婚了啦！没有要离婚，然后就靠这顿晚餐来补救一下。爸爸要靠补救，然后还点了一堆我都不吃的鱼。果果不是很满意，我都不吃鱼啊。这次真的辛苦果果了，这个生日过得很辛苦，2个小朋友真的很闹。妹妹没有，妹妹壮还好，壮还好，壮真的还算蛮乖的。然后妹妹就是这次很不配合，长在身上了，就吃饭都很难拿下来。长在身上就算了，长在身上还要哭。今天还算，现在还算好啊。这次因为有鱼，他看到了，然后可以下来一下，对不对？壮壮要跟妈妈说什么？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爱你。哎，你说什么？生日快乐吗？吃过之后发现，其实他们除了环境比较特别外，也是有在认真做西餐的，味道都还不错。还要唱歌。生日快乐，好嘞。这个是吗？因为它不是coffee or tea. Lemon straight. Put more ice. No ice. Yeah, ice. One ice. Hot or ice? 你要冰的吗？One ice.
One ice, one hot. 你要拿着我讲。加油！哦，开始了。哎呦！每次的餐点都忘记让摄影机先吃，所以靠照片回忆。这一餐主要的菜有松露牛肝菌意面、半只波士顿龙虾烩饭、黑毛和牛牛排，以及一些火腿、生鱼、浓汤前菜，和最后一个生日蛋糕。价格大家可以猜猜看。算下来双人份的总价差不多2800台币。总之我是觉得要比台北同样环境的西餐便宜太多了，只能说日币现在的汇率真的是很值得让人多去日本几次。这一天的行程进入尾声了，而我的大阪 Vlog 也即将进入尾声。这要命的低流量啊！不过换过来想，将来壮壮和妹妹一定会反复看，也是值得我用心写脚本、剪片、后制的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大家再会。